好了，那我们继续哈，继续，来，我们开始来皴擦塑造这个岩石了。塑造岩石，我们就可以放松一点了，用这个狼毫，用咱们的狼毫。中奖你要截屏，啊、要截屏啊！来，我们从上往下，大概从这个树根的下方，树根转折这个下方，把这个轮廓造型呢给它勾勒出来。最下方我们画在哪儿？画在横着中心线这个位置，是不是？左上是吧？左上，然后呢是右下。左上右下啊，把这种造型是吧，交叠的关系给它带出来。好，里边呢，在画这一侧的时候，墨色它可能相对要灰一点，当然你在行笔的时候啊，线条还是可以再明确肯定一些。在这个松树两侧，它是有2大块的岩石，所以在造型的时候，我们用笔要方硬流畅一点点，流畅一点。好，那么它两侧之间是吧，有比较浓重的墨块，我们直接给它扫上去，皴擦出来。画石头的时候是不是就很畅意？啊，大墨块直接给它糊，大笔触嘛。推荐一款画松针的笔，刚刚我们画的那个给它推荐了一个伊文，推荐的伊文。我们用的这些工具材料，在小黄车里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松树从上往下，对不对？用浓重的墨把这个从松树的边角把这个石头的造型勾勒出来。岩石呢，它可以多一些交叠的结构。我们先把左边这块造型完成了，然后再来把右边完整的给它画出来，好不好？然后我们再从上往下走，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一些比较扎实的一些笔墨功夫的塑造，对不对？你在画这个画的时候呢，你都是只是画一个大概啊，就是我们说依葫芦画瓢。当然这个呢不是一个贬义词，只不过你要知其然，还要更知其所以然。用笔为什么这样去画？为什么这样画就叫好，对吧？这样画呢就很精到，就很专业，不仅仅是只会画一个轮廓的造型啊。中国画的讲究呢，它是用笔是吧？还有用墨，审美对于基础的这种线条的把握。基础的审美的要求，无非就是线条还有笔墨的关系，对不对？还有从上往下稍微的皴擦一下就行。墨色啊，现在看起来可能比较浓重啊，其实是比较灰的，因为干了之后它就比较灰，没有干的时候看起来比较重。很喜欢他的画册，对吧？以后可以多加的临摹一下，有一个实物图在身边呢，参考着临会更方便一点。天天抬着脖子呢去看手机、平板，有的小伙伴说啊眼睛受不了，好，那就看书吧，就看书。好，岩石的这个亮面，或者说最凸显的这个留白的地方，我们是要根据它什么，它的造型或者交叠的关系，给它皴出来，皴出一些明显的笔痕在上方。对，伊纹的勾线笔。好，然后再往下方走，松针的边角就是边角侧过来的石头，是墨色非常的浑厚。为了把这个墨色呢弄得平整，是吧？我们有的时候的笔它就会揉一揉、搓一搓。
好，我们推远一点，推远一点，从下往上。从边缘有边缘往里边的区可以进行适当的过渡，然后这个地方可以交叠参差一些出去。好，后面的细节啊，或者说刻画呀，我们先不用管太多，我们先把前面的岩石呢给它勾勒完整，勾勒完整。好嘞，然后我们来画前方了啊。前方这个造型呢，它就非常的繁复细致啊，需要我们呢有一定的耐心啊，希望有一定的耐心去给它表现吧。而且浓重的墨色都会在这个转折大概的这个转折的位置，从咱们这个树的这个我们出的这个藤蔓的位置吧，也类似于位于咱们的挨着我们的树的中心线的位置了。让纸尽量平整，然后我们勾勒的线条才能够更加到位。然后再从它的这一侧，交叠交叠。先把大的轮廓和结构关系找出来哈，你不用着急去塑造，然后从上往下，我们呢再来添加一些小的轮廓线。你看，我们为了把这些线条画的扎实，反复的揉几笔，或者把笔呢摁下去一点儿，好，顿笔。好，到我们这张的边角了。根据这种转折的地方，是吧？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去皴擦、塑造。大的轮廓就要画出来了哈，大的轮廓，我们先从上往下吧，先从上往下。右侧的大约竖着中心线靠右的一半的位置，差不多一半的位置，从上是吧往下，稍微靠左边一点，因为它是两根线嘛，一左一右两根线，这个线条老是怎么拱起来呢？不要拱起来。好，顶部实一点，下方虚一些，然后在前面再来一层，后方是吧？我们再来交叠一层，转折的地方比较方一点，对不对？好，下方我们要多一些这个什么岩石的这种转折的关系在里边，转折的关系，或者说交叠的结构。当然，我们还没有画完，在它边角这一侧，在它边角大概这一侧的位置，岩石的细密的小的结构。我们大致就要给它画出来。底部这一块它会有一些淡墨，把这个平整的背景给它皴擦出来，平整的背景皴擦出来，稍微的擦一擦，擦的时候笔触肯定一些。
平整，为了衬托的是什么？肯定是前方的这种不那么平整的细致的笔触，对吧？这个目前我们勾勒的这块用的是狼毫的小号，狼毫的小号。好，细密的结构，好，给它带出来。好，浓重的点。好，边角是吧？皴擦出来，要有一些笔触清晰的笔痕啊。那在中间这块儿，我们用到的墨色，对吧？又是虎皮皴的感觉，头重脚轻，但不要笔笔平行，角度有一定的错落啊，有长有短，浓重的墨色。好嘞，稍微的皴擦一下，在边角，你可以适当的再交叠一些结构线，为啥？不要让它看起来都宽窄一样嘛，我们要有一些这个区分啊。左下角呢，我们还要给它擦得更平整，只有在这个，只有在它的这个叫什么？突出的这块转折、转角的位置呢，塑造的比较细密。然后，比如从边角是吧，去区分一下。好，丰富起来了。然后左边的边侧，左侧，在这个松树的树的根部这儿，来点淡墨，在这个藤蔓的左侧是吧，稍微的皴擦染一染，然后再横向的用笔，以淡墨的是吧，淡墨的笔触。在哪里申请入群？点亮了黄色粉丝灯牌就有权限呢，进群了。点开老师的头像，点开我的头像，然后呢，在它左侧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群，进13群就可以了。如果你说的是学浪上的班级群啊，你也可以点开我的头像，有个黄色界面的视频，专门给大家讲解的，专门给大家讲解了。然后用淡墨把岩石是吧，从左结构线嘛，从左往右稍微的皴一点点。当我们用笔很活络，但是呢，它不是说随意的啊。然后在这种树的根蔓或者这种藤蔓的内部，再稍微的给它擦一下，需要淡墨呢去区分这内在的小的细节。好，这一大块岩石，其实你发现没？我们好像没有花特别长的时间吧？是不是没有花特别长的时间？嗯，
所以你要有点耐心，有的地方需要我们精细，然后可能需要我们花更多的这种功夫或者时间在里边儿的时候，那也要静得下心子来。那需要我们放得开的时候啊，你也要自己能够是吧，放得开。好嘞，各位小伙伴，这是我们塑造前面这块儿啊，大致的效果是吧，有一定的成像了。我们进一步的用淡墨去丰富和衔接。一文就是我们画的松针的笔，试试这个是吧？可以。其实不一定说是必须哪个笔画什么内容，而是说相对而言，它可能更适合一点。相对而言，比如画这种长一点锋是吧？用这种勾线笔或者一文之类的这种比较有韧性的，它刚好呢可能比较贴切一些啊，比较贴切一些。好，上面有一些岩石的一些小的皴擦的细节，你可以呢自己灵活一点的去给它皴擦，当然不要显得琐碎，线条不能显得绵软啊。这个画儿它就切忌绵软，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画的这种线条画的呢可以是刚劲的，像那个钢丝儿一样，是吧？是可以，但是你就是不能把它画成那个什么样子，柔软的像是吧？像这个黄公望的那种笔触，是吧？就不太符合这样的画的效果啊。好，有的时候画过了还没有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稍微的用一点，比如说是我们刚刚的生宣，对吧？给它皴擦一下就行。还好老师的是永久版，是吧？啊，好嘞，是的，可能课太多呢，你不太知道是吧？该选哪一个？其实内容都大差不差啊，你就看你更喜欢哪一个，对。好，然后咱们呢再来把底部是吧？这些底部的地方皴过的，我甚至还可以用淡墨去给它衔接，这个衔接，对吧？然后等这些干一点点，干一点，这边左侧我们还可以给它适当的去皴擦一下，皴擦一下，来一点淡墨，来点淡墨，横向的在顶部，然后又来一点这种笔触，不可能让它光秃秃的，对吧？或者说显得特别的单调，完全的留白，可能性呢是不大。它有横向、纵向的用笔，其实用笔很活络，很丰富，是不是？很丰富。他的画就是这样，各个角度的，是吧？我们讲有个画家叫这个书法家，说他的字儿呢八面出风，像他的画儿，在这种手宣上面画的这么的恣意，这么的自如啊，也是少有的一位了，少有的一位了。他既有这种我们说写意的这种松动和爽朗，然后呢又有这种工细的这种严谨和细致，是不是？所以他的画呢，不仅耐看，而且呢，大家细琢磨呢，还有很多的这种趣味性。好，来喝口水。好，然后我们再从上往下，稍微的把这个暗一点的地方给它染一染。OK，然后我们再来往下走，不能画的散乱了哈。就是虽然我们用笔看起来哈，哎，老是这样存一存，那样擦一擦，对吧？那你最终要看到我们呈现的效果啊，它不是说又不是说我们的只是为了炫一炫，而是为了最终的效果而呈现的。需要精细，当然也需要什么松动活络啊，松动活络。
卡纸的效果不如非卡纸。这个熟宣，那你肯定就是这个什么呀？你画生宣是这个卡纸哈，它是更容易什么出现效果，出大效果可以，但是它墨色的层次肯定是没有宣纸画的丰富，尤其是生宣啊。因为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选择用卡纸什么，它不褶皱，是吧？你不像你比前面两次咱都已经用熟宣大家画过了，是吧？一染完了之后，那个纸软趴趴的，还是熟宣呢？还是熟宣？生宣那就更那啥了，是吧？现在用的是咱们的狼毫的小号，狼毫的小号。好，这块石头大约把它根干部大概画到哪儿？在这一处上下衔接起来，到我们的松针的这个底部这一块，以淡墨的方式是吧？给它衔接、擦压、揉一揉。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暗部是吧？来，我用一点点淡墨哈，用我们的牛耳，牛耳，哎呀，用我们的牛耳稍微浸湿，来点淡墨，把左边给它擦出来，染出来就行。平时自己画画也用卡纸吗？自己画这个也会用到，不是说完全用卡纸。画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呢，用宣纸的肯定更多。来，用淡墨把这个左侧的边角是吧，给它染下去。前面我们画了那么丰富的层次了，现在需要用淡墨统筹染下去。灰哒哒的，有的小伙伴呢不太喜欢。可以来点颜色瞧瞧。左侧是案例的原图，有音乐吗？你这会儿好像没有音乐呀。好，然后我们再来淡墨，把底部这块没有干的就先别着急啊，把右侧是吧，从上往下稍微的也皴擦一下。把这个画面的左侧都染了，是吧？牛耳是尖毫、羊毫和狼毫的结合，来点颜色看看。一会儿我们画完了，最后来点，我们会给大家画到有颜色的案例的。各种的类型的，我们都要什么能够欣赏，能够接受，对吧？当然可以有侧重的偏好，但是呢，都要去尝试和感受一下，好吧？好，这是我们顶部的这一处大的岩石哈，大的岩石。今天画不完吧？今天我们必须得把它画完。好了，稍微对比比较强的就是这一侧，因为这块没有怎么染。然后右边的这个瀑布，我们可以给它画出来。瀑布呢，你就注意到是什么轮廓造型是吧？水流勾勒的流畅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很多小伙伴画的时候呢，画那个水波纹呢，总是画这个水流线条啊，他总是把这个画的呢非常的平均，是吧？每根线的间距都一样，那这种呢就显得有点儿，有一点点呆板啊，有一点点呆板了。来，我们从上往下转折的地方啊，来给它稍微的勾勒一点点这种小线条。
时起虚收一点，这是左侧轮廓的造型，左侧岩石轮廓造型，可以勾勒的相对的厚一点，尤其是上半部分。然后再转折是吧？大体跟着它的方向，注意到它们之间有一定的间隔的宽度，间隔的宽度我们给它勾勒出来。左右的这个行笔的方向呢，根据基本的方向是一致的，要流畅才能体现出水的这种流畅感。好，然后再往右侧走，然后再从这一侧勾勒完整一点儿，然后拾起，是不是？虚收一点儿。把这个边角稍微的擦出一些墨色，以便区分开岩石和水流的关系。轮廓勾勒出来了，是吧？皴擦呢，是不是就很方便了？左边也是一样，至少在水流两侧你要画的相对平整，墨色有一定的区分嘛，对不对？画的太漂亮了，都泣不成声了，哇！这个小班可真夸张啊！你也可以把它画出来的，需要耐心一点，细心一些。如果实在呢，就是在给这个咱们画的时候呢，有一定的困难的时候哈，我们要尝试呢局部的练一练。有很多小伙伴就是说，为了画完一张画是吧，去画一张画，然后最后那个画的效果可能不尽人意，同时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细节我们还是尽可能尝试呢，确实跟的直播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呢，可以局部的练习一下哈。勾勒完轮廓是吧？依旧需要把这个中间呢给它填充一下。好，中间水波纹是吧？我们边画就边带出来。水流的线条。上宽下窄不够明显，上边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水流的形态还是蜿蜒曲折的，大概画到接到这个纸张的边角，造型过来你的造型呢，比如说形态和我们这个案例或者我现在画的呢，有一定的区别，都不影响，你可以依旧把它照着画完。好，然后呢，我们再从它的边角局部是吧？你看转折的地方，为了强调一下它的墨色，我们适当的给它加重，然后过渡衔接，过渡的时候衔接一下。好，水流，所以就衬托出来了嘛，衬托出来了。然后远处我们还可以稍微的染上一点点它的另外一侧的轮廓，是吧？水流从天上来，高
高山流水。好，勾勒晚春出来了。好，然后给它画一些小的水波纹。好，然后让这个水流的线条有一点就可以了啊，有点就可以了。底部虚一些，本来远处的这个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啊。有的小伙伴说我手抖，那就练练憋气儿是吧？深呼吸啊，憋住一口气儿，然后呢，把这个线条给它表现出来。好，是吧？要这个屏住自己呼吸一点点哈，来。当然，这个纸张尽量压的平整。OK， 啊，再往右侧。好了，然后我再往这边走。好，勾勒出来对吧？好，两侧呢，我们再等它干一点点啊，同样的还需要在水口两侧稍微的染一下。啊，稍微的染一染，然后我们呢再来用淡淡的墨色，从山顶往下皴擦出来就可以了。包括这一侧的水口。来，我们退圆啊，现在可以退圆了，退圆了。晚上自己有时间可以慢慢画，看着回放自己慢慢来。当然我们的回放已经放到咱们的小黄车里边，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自己去选购，然后呢可以永久的观看，晚上睡不着，哎，起来画一张，这就是夜游了，这不算卧游了。当然我们说山水画以前就叫什么，表现一种停不下厅堂的一种全是笑傲的精神追求。哎，如诗如画的生活。哎，当然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本好物，叫《如诗如画》啊，祝你2023是吧？如诗如画每一天。当然这个呢，可能更多的是给咱们的小朋友的一日一诗。然后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它是一个小的挂历，每天呢会给你分享一个字儿，然后一首诗啊。一个字儿呢，比如说这个甲骨文的天，然后在里边呢，它会有相应的一些释义，当然还配上一张画，然后呢再配上一首诗，从1号到咱们的下一个除夕23年的。当然这个包装呢是一种胶装的裸背，它可以很平的摆放在那儿，是吧？你看很平稳的摆放到那儿，里边有比如说我们的山水画，对不对？比如说唐寅的。看泉听风，泉从象形字来看呢是泉由，我们现在画的是不是就是泉呢？是不是？泉是由瀑布、山石、水等元素呢组成的当然旁边呢会有附上一首比较符合这个花季呢或这个时节的一首诗在里边，让我们的小伙伴更加的了解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吧？国学少年从我们的少年开始了解起。365天呢都会在上面呢介绍到，都是大朋友了，对吧？但是呢都是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呢不是说年龄的大小，而是我们的一种昵称，好，然后我们说相聚即是缘分如果相助即是朋友，那么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都是
熟悉的小伙伴。好，然后我们在这个边角，干了，这个松树下方还需要一些重墨去点缀，太点点一点。等它干一点之后，我们再点哈。这右侧都没有加，然后旁边还有一些石头，底部还有点石头，对吧？成年人可以多学习学习，是吧？啊，都可以呀，都可以。只不过我们说这种基础的内容的普及来讲的话，啊，你可以呢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从亲子的角度啊，你们一起去共勉、学习、了解啊，一首诗、一张画。新时代的国学少年，好，已经开始了。以后我们会在我们的大环境下，我们的这个什么书画的氛围呢，会越来越稳定。包括在一些大的艺术类院校，是吧？现在的名字呢都做了一些调整，不仅仅是美术，而是呢可能会加上书法这几个大字在上面。好，我们在这个岩石的底部稍微的给它来点重墨哈，来点重墨，加一撮小石块，然后把底部的石头呢给它也勾勒完整。永远是少年，是吧？好，你可以呢作为新年的这种礼物呢，给我们的小朋友呢介绍介绍。好，然后抬点点缀啊，去参差一下。我也非常喜欢书哈，但我可能看的书啊不是特别的多。我非常喜欢书的这种感觉，而且，我还喜欢自己做。以前我们有门课程叫书籍的装帧设计，啊，以后有机会可以给大家看看我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然后呢自己去做的这个书籍的形式。那个书目前没在我这边，我住的这儿目前没有，因为之前搬了好多次，都没有拿过来。对，就是如果你买的货物呢还没到的话，可以呢问问客服啊，商店的客服，好想看看是吧？我做的那个书呢是立体书，就是它可能里边会有一些装饰的这种元素，不过那都是好几年前做的了哈，好几年前。来推远，是的，日历有诗有画，还有生活。我们说文字呢取其下，画呢取其形，字呢取其少，画取其多啊。所以呢，有了我们这种字画的这种不同的表意的方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中国画我们经常讲究一种书画同源。那么通过对一些文字的它的造型也好，或者说行笔的这种感受也好，我们都可以去更深的去了解我们的用笔的节奏，是吧？经常有的时候会讲书画同源，然后呢又会强调书画用笔，书法的一些味道呢会运用到我们的绘画当中。好嘞，大致的点到这儿，然后在这个石坡下，这个水流下方，我们呢可以来一点小的石块啊，给它勾勒完整，抻插出来。好，这块呢需要一些浓重的墨去衬托这种水流啊，可以自己稍微的加一点。好，现在拿出我们的勾线笔啊，拿出我们的长锋的勾线笔，我们来勾勒一下这种水的波纹。勾完，我们回过头来画下面这个点景的人物。好嘞，欢迎大家关注主播，是吧？以后呢有直播呢会自动的提醒大家，我们可以带大家一起来感受我们中国的传统绘画的山水的一个表现。那以后我们可能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来，我们呢稍微的给它勾勒勾勒啊，推进一点。我们搞一些册页，画一本书。
是问题不大的啊。画侧页是可以，比如说你画那种特别大繁复的画是吧？那都是体力活儿。好，勾勒一些水波纹，就是一些曲线、弧线。这个时候呢是画的一些泡沫，比如说我从左往右是吧，画了一些大一点的波浪线，是吧？画了一点大一点波浪线，然后呢，在右侧我们要出一点泡沫或浪花儿，啊，浪花一朵朵。好，用淡一点的墨色哈。我们说这个画面山本近，是不是？山石树木都很近，唯有水流在涌动。山石树木都非常的铿锵扎实，画的非常的刚劲。那么我们在画这个什么？画这个水纹的时候它就要柔曲，是吧？柔曲流畅，而且呢，它富有一定的弹性的节奏，一刚一柔，然后呢一动一静，是不是？好，中间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水的波纹。好，在这岩石的边角，都是在岩石的边角才会出现这样的水的波纹。纸张尽量压平一点就好了哈，它中间的老是拱起来，是吧？所以正尺的必要性呢，是吧？还是需要的。好，从上往下，往后边走的时候，这种波浪的线条不能画的太过于弧度，不能太大，起伏的这种弧度不能太大了。好，推远一点。当然，它还可以给你一个架子，你可以把这个放到这上方，放到这上方，可以作为一个书房的一个摆件，书桌上的一个摆件。稍微的来一些就好，稍微的来一些就好。然后左边是吧？为了表示一下左右之间的一种联系，可以稍微的来一些小的线条。好嘞，然后我们再往右边走。自己画一本画册会有了进步吗？那想也想得到，那肯定会有的呀，肯定会有的。你用心的程度，就代表了你这个进步的速度，它肯定会进步的，而且是明显的进步。好，这块画到这儿，然后旁边这种水波纹。这是它的这个石头这一侧很明显这块水流涌动的更明显一点，因为上方它是水流直接这个击落下来嘛。这种画呢还比较追求一种视觉的观感，或者说一种比较偏视觉的一种图像的描绘。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有个和尚，对吧？叫法常，好像也是四川的。后来因为得罪了一些，是吧，人物，然后呢，跑到杭州一带，所以呢，经常在那个地方，呢，在那个寺庙里边出家，然后呢，同时也画画。他画的画呢，在当时很多人呢可能不是很喜欢，但是非常具有禅境。好，上方我们用一些大小不一的弧线，左括号、右括号，是吧？来一点泡沫，墨色不能太跳跃，有大有小，
它能形成一些像水流击打下来、垂落下来的一些不规则的水纹，好吧？当然不能太琐碎，要有一定的连贯或者说交叠的关系在里边哈。好，像这种水波纹呢，我们是放在基础的这个教程里边，我们不是回放的视频赠送大家基础教程吗？就是皴擦呀、塑造啊、岩石的表现啊、树木啊、云水瀑布啊，那水我们肯定要给大家讲到，像水波纹是吧？怎么去体现的？好，这是我们远处这一处啊，远处这一块儿勾到这儿。这个案例就是小黄车里边陈少梅画册里边的。当然，他这个官铺图自己可能很多人很喜欢他这张画，跟他买的人比较多，对吧？他自己呢就画了，反正我看到的都有3张，我看到的都有3张。今天看来我们只能把这张画画完了哈。本来想大家画个挂历呢，但是如果你们不着急，是吧？我也可以再来画一个挂历。啊，累了呢，你就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有的小伙伴可能着急去做饭了，是吧？没有关系啊。本来画画我们说就是愉悦一下生活，不能因为画画饭都不吃了。好，从上往下，往下呢再来交叠点儿，稍微的来一点水的波纹。它这是我们远处的，上方呢干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把浓重的墨点、胎点等等给它丰富一下，让画看起来完整一些。边做边看，当心盐放多了啊！啊，好，在咱们的这个石头的左侧或者是树干藤蔓的底部，要来一些适当浓重的墨点。这个画我们说了，它这个岩石呢板板正正的，是吧？这么方整的一大块岩石，没有点胎点，没有点其他的物体呢相互的映衬或者说遮挡，它显得呢有一丢丢呆板，对不对？好，通过这种跳跃或者灵活的这种笔点。去丰富、去衔接去完善咱们的这个画面。当然，这个抬点现在湿润的情况下，可能比较跳跃。好，稍微的来上一些点啊。当然是干了的情况下啊，你看它皱巴了，现在有点皱巴了呢，它就可能不够平整。好，树干上方是吧？你可以适当的自己来上一些点点。当初我真是没有看出来，它这个树啊是从这儿长出来，我以为是一个断了的树枝呢，因为这个枝太让我觉得它是一个从左侧长出来的了。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看老师画一天都愿意是吧？好嘞，一会儿根据实际情况来啊。我们还有一个点景的人物和船只没有画。在右边在右边转折的位置是吧？稍微的给它点上一些。它需要一点墨点去映衬这个画儿，不能说完完全全一块平整的适当的来一点跳跃的笔点。是吧？亲子日历很不错。好，我们点到这儿，后方的就不用管了，我们先就加到这里啊，先加到这儿。松针呢，我们也先不染，先就不给它染了，可以先染一染，免得一会儿来不及染，稍微的染一染吧。用淡墨把我们画过的松针是吧？用淡墨统筹起来。好，然后一会儿可以用点点水，清水把它边角给它晕染出去。有回放在咱们小黄车里边，
在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屏幕上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啊，这就是我们的回放，屏幕上应该是跳出来了啊。然后再来淡墨把咱们的这个树枝松针嘛，松针是吧？稍微的染一染。稍微的染一染啊，你给它干了之后，你还可以加点颜色，是吧？花青是吧？在里边啊，左边再来这一侧，画着画着就进步了。当然，这个肯定的，你多画。像这个，其实他的画我们说了，其实入手对于初学来讲，入手打基本功，他的画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对于大家而言，可能也比较容易接受，对吧？它也不是那么的光怪陆离，也不是那么的那么的奇特，是比较规矩的，所以呢，对于大家初学而言，都是比较好的，比较好的。在哪儿能看到勾线笔好用吗？勾线笔刚刚不是给大家展示了吗？一文的啊，你可以再瞄一眼。好，一文的勾线笔，它是我们说用来勾线，经常用来皴擦不勾那种松针的细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的。然后皴的时候，更多是用的是狼毫的小号，狼毫的小号。然后纸张放在一边，然后我们开始要带大家来勾勒这个船上面的点景了，包括点景的人物啊，点景的人物，大家可以把这个自己的前方没画完的呢先放一放，我们现在开始大家一起来画啊，画这张画的细节了，也是差不多是最后的内容。这个点景的人物还有个船只，你们觉得我们先画哪儿？啊，因为这个人呢，他比较突出，是吧？我们为了一会儿画的时候呢，少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先把人儿给画了，先把人儿画了之后，然后把船儿给它点上去，好不好？好，我现在依然用的是一文的这根线，因为一文这根线，这个笔触，这个勾线笔呢，它稍微笔锋啊，就是特别尖的那个笔锋呢，不是特别长啊，整个锋的这个粗细呢，它比较均匀，画那种线条比较钝的线条。什么是钝的线条？就是比较粗，然后呢比较块儿，这种感觉的，我们呢给它用这种线条去，用这种笔啊，去给它勾勒出来。来，我们来勾勒一下它上方啊，大概这个人呢就在这个竖着中心线上面，然后大概画多高呢？你也就最多画一个颜料管左右的高度啊，最多了哈，最多了。这个人呢，他点出了画面的一个主旨，我们需要靠它来点出这个画面的细节。先定位是吧？好，我们来把这个镜头放的挺大的啊，放的挺大的，应该都能看得到。在竖着中心线上方，比这个岩石高几指就可以了，高个2指左右啊，高个2指左右，高2指，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家动手。好，然后呢，我们来先把头发从头到尾哈，一般画人们从头到尾，因为这个人坐着的嘛，坐着的，席地而坐的，坐这个船上面的，他那个脑袋上面裹了一块我们用浓重一点的墨色，裹了一块那个叫布，对不对？啊，这是古人呢，他们特别喜欢这么操作，喜欢在脑袋上裹一块布，然后把这个头发给它固定住来。好，然后这个头发上面会有这个布呢，它有个带儿，啊，带一点出来，然后头发是不是围绕着这个布画一个放射状的，放射状的。对，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一文的这个线体，这个勾线笔。好嘞，包括这块你都还可以跟它来一块布
好，然后这是我们画的这个头这块儿哈，你不用画的特别多啊，也不用画特别长。然后再往头面部走的时候，你记住了哈，画人的面部或者皮肤的线条的时候，它的墨色要淡很多。所以我们这块儿在勾人物的面部的时候，用的线它要很淡啊，放大是吧？好嘞。好，从它右侧，我们把左括号再给它带出来，把人的这个额头带出来了，对吧？带出来之后，然后呢，给它来一个倾斜的一笔，这个是什么？眉毛，对不对？好，然后再往它下方走呢，好，来一个小的转折的线条，这就是人的什么眼睛，对吧？好，然后我们再来一个括号，好，这是他的脸，鼻子从眼睛的上方，对不对？勾勒出来，然后鼻子的下方稍微来点胡须，稍微的点一点。然后这个人他本来就是这种撩须的形象嘛，所以仰望远处观瀑的一个动态，还要放大吗？我们在画这个人物的人物的时候啊，我们点景的人物，你只需要把大概的动态画出来啊。当然这张画它稍微有一点五官的细节，然后再把这个什么下巴是吧？下巴给它画出来，然后呢，这个下巴这儿撩须，对不对？来一点儿。来点山羊胡，再来点山羊胡，然后在左边，它的耳朵是吧，要跟面部成一个角度的倾斜，是吧？要倒一点点，好，要倒一点点。好，内部的细节呢，我们不用过多的去给它刻画。好，把头发是不是？头发给它带下来一点儿，带到耳朵一点儿，然后呢，耳朵后方来一点儿。当然，这个人的络腮胡也需要来一丢丢啊，很轻盈，很轻盈。好嘞，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可以点一波关注哈，啊，不需要给他画的特别多的细节，就够了，就够了。好，轻盈一点，然后我们再用比较浓重的墨色把这个什么，他的肩膀和衣襟，记住注意了啊，人物在勾的时候一般什么，那根线转折的地方就是结构啊，就是结构啊，是吧？这是衣领的上面的线条。上面的线条，没有画它的脖子那两根线，因为那脖子那两根线我一画，很多小伙伴肯定就会把它画僵。我们先不画它，大概你画的这个线呢，它不会超过你的这个头颅的宽度吧？它不会超过。啊，它这个衣襟呢，衣服它是有一定的什么遮挡关系的。好，这个衣角大概画到哪儿？是稍微的在它下巴靠前一点点转折，对不对？下来，好，就下来了。然后呢，把这个线条往里边收一收，就到地面了。它这个手是耷拉在这个船的上面，然后支撑着身体，左右两侧它造型呢是比较对称的嘛。好，一只手呢可能受力要多一些，所以那边要高一点，衣纹要多一些。好，把大概的衣袖的造型是吧，给它勾勒出来，然后里边呢给它添加一点小的线条，在这一侧有一个长线，
是吧？时起虚收，基本上它的线条都是这样子的。然后用线条把这一侧给它带出来，不然现在这个看起来很奇怪，对不对？把这个衣袖、肩膀到背部的这个衣褶，这样的话就很明显的带出了这个受力的角度，受力的角度。然后右侧的这个手臂，也就是它的背，好，把屁股这块是吧带出来。下面画的线条啊都比较细，在咱们这个腋窝子这儿是吧，上下呢可以稍微的带点淡墨的这种线条，把这个这个衣袖的衣褶是吧，给它带的更形象一点。我们画的线条可以水分饱满一些哦。好，比如说从上往下，好，它的衣袖就搭在这个地面这个船上面是吧？然后我们再把左边那个手臂给它画出来。好，画这个手臂的时候墨色又要淡。我们说画皮肤的时候，它墨色淡一点点。好，这是我们的左边的这只手，它要耷拉在这只手啊，到它屁股转折这儿，我们就要手啊就要弯过来，弯过来。丈母娘叫我吃饭了是吧？这得给你差评啊！发货太晚，这说了这么久了。好，把这个手臂是吧弯过来，这手指头是吧带一带。好，着落在地面的手指头，不需要画的特别的清晰，但是呢，大概感觉是吧？我们说手啊在那儿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再往左边去叠加的时候，是吧？把衣纹或者膝盖盘坐的这个腿儿，再给它勾勒出来。盘坐的这条腿儿，前方会来点衣服的纹儿，但他的画还是喜欢去画古人哈。大概的一个造型是吧？悠然自得的撑在这个船面上面的一个形象是吧？给它画出来了。我们推远一点点，我们可以看整体的一个效果哈。当然，在这个衣袖这一块儿，我们要可以把这个衣领这一块儿稍微的给它加重点。对不对？好，你在画的时候还是要兼顾一定的线条的粗细和浓淡的关系。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点睛人物，还相对来说这个比较有明显的这种五官的形象，一般它都没有，一般都没有。它的衣袖一边长一边短，它是人家撸起来，没看到这儿有这么很明显的这种衣褶吗？大家是把它撸起来，然后一个手耷拉出来，哎，撸起袖子啊。好，然后我们呢再来勾勒这个小船儿。好，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
没有点关注的点波关注啊，后面我们还会陆续给大家更新更多的内容，大家可以收到直播提醒呢，可以跟着老师呢一起来画一画。好，在这个小腿儿是吧？小腿儿的上方，用我们淡一点儿、饱满一点的墨色啊，饱满一点的墨色，我们把这个小船勾勒出来啊。后面就是勾了这个船只的轮廓的时候呢，它比较，线条比较粗，也比较浓啊，左右要能够连贯，桥头稍微可以翘起一点点，对不对？好，方顿一些。啊，这个船呢，它有一定的船的这个甲板有一定的高度，对不对？啊，里边你可以再添加点小的细节。好，到了船的末尾这一块儿，好，给它衔接起来。船的这个你大概的造型正确了，对吧？就够了，不需要说你一定要画特别多的内容。然后再往左边走，再往左边，它在旁边呢有一个像一个酒坛或鱼笼的一个鱼的那个装鱼的笼一样，让我们简单的给它勾了一点点啊，被遮挡住的，是吧？能看到吗？好，能看到就画，看不了这个东西也可以省略，也可以省略。船只左右我们要能够连贯的起来啊。墨色还是要饱满一些，不然画出来太过于枯涩了，太过于枯涩了。底部就不用去给它过多的画了，染一染就行。然后下面是接点水波纹，淡淡的、淡淡的水波纹。好，从比如说这一块儿，从左对不对往右，这种水波纹绕来绕去的。我以为这张画可以很快画完呢。好，又低估了这个画的这个需要的时间啊。咱们推远一点点。终于穿上黄色小马甲了，好，不能掉了哟。好嘞，你们喜欢画这种点睛的人物吗？好像很多小伙伴是比较喜欢的哈。好，因为喜欢的，我们可以呢给带大家多分享一点多分享一些。好，带点水波纹，在它左右两侧都来点儿。它这个船身上面啊，甲板它是有一定的线条的，对不对？角度要跟着它外在的轮廓的角度去走，丰富一下。OK，然后从上往下。好嘞，没有在画的小伙伴对吧？点点赞。好，我们一会儿就要结束了。好，然后我们就画到这儿，然后我们来一点点淡墨哈，来一点点淡墨，把我们的这个小船儿用淡墨染一染，平整一些。虽然它最后是用了颜色，我们肯定也可以用到颜色，只不过现在我们先用淡墨来给它染一染，把人物呢衬托出来，整个船身啊，和水面交接的地方，都用我们的
淡漠。好，小船染出来了，然后呢，在左边对吧，也是一样。OK，声音不对，什么声音不对？有其他的声音吗？应该是没有的啊，应该是没有的。好嘞，各位小伙伴，这张呢就是我们今天画的这张案例图。其实需要着色的地方很少，就点点的人物和船只，用一点花青和赭石色稍微染一下就可以了。岩石你也可以用赭石色染一染。我这一会儿染了，它效果就不太好看了，因为它干不了，因为湿哒哒的。我把它倒过来，大家可以先截个图，好不好？可以截个图。好，新进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波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以后直播呢都会带着大家提醒大家来跟直播了。可以呢，而且呢，你可以点亮黄色粉丝灯牌之后，就有权限进入我们粉丝群，在我们的群内呢，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以后每次直播你都可以不用是吧？不用担心手忙脚乱是吧？不知道用什么材料了，提前一天给大家公布出来，好不好？好，水波纹也可以用淡墨啊，我们整体的给它染一遍。那这就先不染了。好，大体的效果你反正能够看得到。来，我们调转镜头呢，把这个纸啊横过来，让大家看到这个整体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啊。人物多高？你们学人物的时候不经常讲这个吗？叫站七坐五盘三半吗？你可以以5个头颅为参考，是吧？但是不能超过。你可以稍微的少一点点，比如说4个多一点，4个左右。好，然后我们推远一点哈，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整体的效果。需要截图的小伙伴可以截一下，截好了的呢，可以是吧？转发到咱们的群内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好，大致的效果就这样。这张画应该没有那么累吧？在哪儿能看到抢到红包的？忘了截图，摸索一下这个功能啊。这个呢，我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它到底在哪儿啊？Everybody， 大家中午好啊，周末愉快。今天这张画呢，我们就先画到这里了。这种呢，稍微要仿古一点点。你们喜欢仿古的呢，我们也会带大家画到。如果喜欢偏现代一点的，我们也会大家一一的感受哈。前提是我们自己每一个基础的内容呢，要足够扎实。我们今天带大家画的这个案例图就是这个陈少梅她的这个画集，在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已经给大家展示出来了。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你可以呢自己去加购一份，好不好？以后我们还会经常的带大家画到这个案例上，这个画册上面的案例的。好不好？没有了吗？没有了，是没有了吗？不应该呀。好，就是这个画册里边的这个官铺图哈，官铺图。我们刚刚大家小伙伴呢已经看过了，然后在内部呢，我们还会挑更多的案例呢，大家一起来画来分享。当然人物呢，我们可以分享一些简单的，分享一些像这种简单的侍女吧，这个画起来不太符合我现在的专长，可以尝试可以带大家一起来感受画一画，像这种也不算难像这种呢也还可以试一试的。好嘞，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画的这个内容。如果你确实累了、饿了，可以赶紧去干饭，赶紧去干饭好，这就是陈少梅的这个画集，是吧？在20号链接是吗？我自己还没有看到，确实就是在屏幕上方已经跳出来了挑选出来了。
后面呢，我们就不再过多的去讲这个案例喽，但是就带大家画，就不过多的提了。是的，当然我们的回放呢，也在屏幕的下方的小黄车里边。我们可以，如果时间不太方便，平常上班、工作或者家里要带小孩子啊，或者自己的工作生活呢，跟我们的节奏呢不太一致的话，你可以呢挑选咱们的回放，哈哈，哪里不会点哪里，不受时间、不受地点的一个影响，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灵活的安排，不用担心跟不上，也不用担心呢，这个画不会了，是吧？反复的练习，是吧？可以让我们呢更好的去成长和进步，好不好？这张画就不着色了，就在树干上方啊，和岩石上方，人的皮肤上面着一点淡淡的赭石色就行。然后树枝上面淡淡的这个花青，因为我一染完这个画就很软了，拍了毛笔，对吧？最后就是我们推荐的如诗如画，祝你2023每一天呢都如诗如画的给孩子的一日一诗啊。有需要的宝妈呢，可以给你的小宝呢准备一份裸背的精装啊，裸背精装可以让这个书你看完整的平铺过来，让他了解我们的古诗和我们的这种古画。好嘞，我们呢就画到这里啊，小伙伴们截图了就发到群内。那么明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再给大家通知画什么内容，好不好？本来想画个台历的，案例都准备好了，这个呢我们画的有点慢了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啊，小伙伴们感兴趣的呢，可以到我们的回放的课程当中，就屏幕下方的第一个链接去进一步的去学习啊，永久的观看权限，至少120幅完整的这个案例的直播，在陆续的更新当中，同时呢赠送大家基础的技法教程和历代名家经典临摹，快去吃饭吧。好嘞，我吃饭都比较晚啊，不着急。明天大家又要上班了，对不对？陪大家上班，陪大家聊天，陪大家画画，陪大家摸鱼，摸到星期天啊！一定要快乐的去工作，快乐地去工作，快乐地去生活。把台历的案例发一下，可以给大家发一下。好嘞，下次我们直接带他画直接画3个台历吧，就不画其他的案例了。好吧，好，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就先到这儿，我们来一首音乐，老是忘了放音乐的，来一首。